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推进。近期，除了多国政要密集访华外，11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21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本次会议。同一天，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到访新加坡，与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共同主持两国3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联合协调理事会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号在京以视频方式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1次会议。李克强表示，今年9月举行的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就推进上合组织发展达成新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倡导携手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美丽的美好家园。中方愿同各方深化政治互信、互利合作和友好交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造福各国人民。李克强就推进上合组织合作提出5点建议：一是深化执法安全合作，维护安全稳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二是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复苏；三是加强互联互通，实现区域融合发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四是提升粮食和能源供应保障水平，助力可持续发展；五是密切人文交流，增进民心民意相通。李克强在介绍中国经济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一度面临超预期下行压力，我们及时果断出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着力保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经过努力，中国经济呈现回稳向上的态势。我们将继续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举措全面落地，充分显效，有力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更好结果。李克强表示，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方携手共促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中方愿继续深化同上合组织各方的合作。与会各方积极评价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成果，表示愿完善合作机制，挖掘合作潜力，共同应对粮食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政府首脑间的定期性会晤机制，2001年成立，也是上合的非常设机构，职能是贯彻和落实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精神和决议，重点研究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的战略、前景与优先方向，解决在宪章确定的现实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发展合作的原则问题。总理层级的沟通会为落实此前达成的共识产生更多的动能，所以我们关注这一次例行的这种机制化的会议，会看到的是在撒马尔罕会议之后，在新的动力注入之后，如何使各方之间达成的重要的共识，尤其是在应对当今世界一些复杂挑战方面所形成的重要的原则性的共识，能够成为具体的行动。1号，应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邀请，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并同王瑞杰副总理共同主持召开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8次会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23次会议、中新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14次会议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6次会议。除了同王瑞杰副总理共同主持机制会议外，韩正副总理还将会见新加坡总统哈利玛、总理李显龙、副总理黄循财和国务资政张志贤等，同新老朋友畅叙友情，共商中新合作大计。外界注意到，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是时隔3年恢复线下举办。有记者在10月31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问及，这对两国关系有什么重要意义？赵立坚表示，中新两国互为高质量合作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新加坡积极参与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双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新领域合作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展现出前瞻性、战略性和示范性。
中新双边合作机制多年来为统筹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都高度重视。此次机制会议时隔3年再次线下举行，将为双方提供面对面交流的重要契机，有助于中新两国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提升高质量合作，助力两国和地区繁荣发展。首先呢，通过这一层级的沟通，中新之间将为下一步的发展来具体进行一些设计。那么同样涉及到政府间的一些项目，那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包括近些年中新在合作当中的一些新的提议，开发中新合作的一些新的潜力，尤其是在当前形势出现一些变化，中国的周边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中新这一次的沟通将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多的正能量。那同时也会看到的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我们的周边外交的推展产生更多的示范作用。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继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后，巴基斯坦总理今天抵京，坦桑尼亚、德国领导人本周也将到访。那么，北京密集外交周释放何种信号呢？主持人好，今年世界格局呢变化很大，美欧呢剧烈震荡，唯有中国政治和经济均衡稳定，在全球呢显得格外亮眼。中共20大提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向，要把开放的大门呢开得更大，所以呢，世界各国领导人都想到中国看看，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从中国寻找合作共赢的机会。于是呢，就出现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的现象。这一波访华的领导人呢，分别来自于东南亚、南亚、非洲和欧洲国家，代表性很广泛，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呢持乐观态度，也说明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到中国访问的4个国家都是美国下了大功夫，希望与中国保持距离，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国家。他们呢积极访华，与中国建立更稳固的合作关系，说明美国挑拨离间的策略失败，不愿意呢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也不支持与中国脱钩。那么反过来看呢，他们正走出冷战思维，更愿意建立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体系，更希望走向一个多极世界，努力实现平等互助的多元化。他们的到访呢，不仅是对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认可，也希望呢中国发挥大国作用，通过经贸联系把世界导入和平、稳定、发展的境界，走出这争斗、动荡、互害的破坏性丛林。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您怎么看？上合组织对国际秩序建构有何价值呢？在俄乌军事冲突呢仍在进行的时候，中国总理主持召开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对该区域的稳定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样呢，这也是中国外交的主动出击。当俄乌冲突成为国际焦点以后，各方对中亚国家的争夺呢都很激烈。欧美一些国家希望呢，这个中亚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力，成为欧洲的能源供给地。中俄呢，则希望维护区域稳定，以上合组织为基本的构架，协同解决区域发展和稳定，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那么，在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国际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等方面呢，对世界做出贡献，推动形成新的多极化世界秩序。今年9月份呢，上合组织萨马尔罕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呢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的讲话。参会的成员国领导人呢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为建立公平、正义、人道的国际秩序指明了新的方向，把全力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目标。可以说上合组织是超越冷战思维以后形成的新型国际组织。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呢，与 G7、北约等组织的排他、自私、维护团伙利益的狭隘相比，已经上了新的台阶，有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